Hello，大家，好久不见，你们过得还好吗？你们可以发现我的背景换了，是的，没错，我终于搬好家了。如果你们看了我上期的视频，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我要搬家。我想先说声抱歉，因为我现在的嗓子状态不太好，我的感冒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这样的声音影响你的听感的话，也许这期视频不适合你。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是和你们聊聊天。虽然我的声音状态不好，但是我还是想先录一期视频，因为我不确定我新的时间表出来之后，我录视频的计划频率会是怎样。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就趁着有时间再给你们录一期视频，所以希望你们能多多包涵一下我的声音。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跟你们说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搬家过程中打包行李到底要打包多少，我们要从旧的家里带走多少，搬到新的家里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该怎么调整我每天的计划，我每天的作息，不同习惯的安排。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几次搬家吧，而且应该没有人会说自己享受搬家这个过程。这次搬家对我来说呢，最麻烦的就是要决定从我之前住的家里带走什么。1年多前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一次搬家，不过那个可能不能算搬家，因为我是去英国留学。那当时呢，我能带的东西其实只有2个行李箱的大小，我只能选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或者可能在英国那边买不到的东西，我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不过呢，这次搬家我就要决定，我可以从我之前住的家里带走什么东西。因为我搬来的这个城市离我之前住的城市很近，所以我可以开车过来，那我就可以带比2个行李箱多的行李。在这样的时候，我就有选择困难症了。结果呢，这次搬家我打包了好多东西。看到那么多包东西的时候，一开始我对自己真的很不满意。我在想，为什么我就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提一个行李箱就走，提一个行李箱就去搬家？为什么我就不能往极简主义的方向靠拢一些？但是后来我想通了，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必要要求自己带越少的东西越好，因为如果我带的东西不够，我到了这里我还是要买新的，那不如就带上旧的，这样说不定还能省一些钱。那么我在打包行李的时候，每打包一样物品，我就会给自己一个带上它的理由，这样让我觉得并不是说我有很高的需求，而是说我觉得这些物品我带过来能为我新的住宿环境创造一个安心的感觉，创造一个能量稳定的感觉，那我就没有必要去要求自己在搬家过程中做到极简。我觉得在一开始，我看着自己很多包的行李，感觉到心理负担，是因为我在看自己的时候带有社会的滤镜。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去倡导一种说走就走的感觉，或者轻装上阵的感觉，但是这样带来的后果并不会让你以后更加轻松。所以我在经过考虑之后，还是决定辛苦一次，多搬些东西，但是让自己在搬进来之后更轻松一些。比如说，这就是我带过来的一个电蚊拍，蚊子飞进去之后就会被滋电死。那我选择把它带过来的原因是因为一，它很好用；2，我可不想在刚搬进来的前几天受到蚊子的折磨，因为如果我要买电蚊拍，我还要等它几天才能送过来。那如果我前几晚都睡不好的话，
这并不会给我的新生活带来一个很好的开始。再比如说，我有这样一个小夜灯，我也把它带过来了。这样一按，它可以先显示时间，再按一下，它就会有灯光。长按的话，它可以调节灯光的亮度。我把它带过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带给我安全感的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在睡觉的时候，我不习惯全黑的环境，我习惯有一盏夜灯，而它的亮度非常适合我，它光线的暖度也非常适合我。那我就不如把它带过来，反正它也小小的，不会占有我心里的太大空间。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家里常备2双拖鞋，所以这次打包行李我也带来了2双拖鞋。这2双拖鞋呢是干湿分用的，意思就是一双拖鞋只踩在干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另一双拖鞋呢踩在有水的地方，比如我洗澡淋浴的时候，我会穿另外一双拖鞋，这样卧室里就不会脏。那我刚刚说到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可以让我尽快适应新环境的东西。那我就没有必要不带它们，我完全可以把它们带在我身上，帮助我在新的房间里帮助我在新的环境里尽快的建立归属感，就是这个房间属于我的感觉。因为明天我就要去上班了，那我就需要用很短的时间去让自己很快的适应新的环境。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不愿意带那么多东西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新的家还不属于我自己，我还没有把它当做自己的，我还没有跟它建立熟悉的连接。但是我觉得和新环境建立连接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把一些让你很有归属感的东西带到新环境里去创造出一个我的感觉。因为这个新环境属不属于你，是不是你主导，跟这个房子是不是你买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就是这个环境带给你的感觉，它能不能让你有熟悉安全的感觉，我觉得这很重要。空间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它是谁的，不是说这个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而在于你在这个空间里活得多像你自己。哪怕我只在这个地方住3个月，当我想象我的枕边放着我喜欢读的书，我的桌上摆了一瓶我喜欢的香水，我的洗手台上摆着我最喜欢用的护肤品，我的阳台上挂着我刚洗好的我最喜欢的衣服，这些东西都能提升我们生活的体验。好，那现在我想来聊聊第2件事，就是我该怎么调整我新的生活的节奏。因为在之前我的时间是比较自由的，我每天只要上好跟学生的课，其他的时间我都可以自己安排，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剪视频。但是呢，现在因为工作的调整，我每天会有固定的上班时间，我要去一个固定的工作地点。那路上的通勤，坐地铁、走路的时间也会消耗掉我一些时间。所以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重新规划我的时间表非常重要。那么我计算了一下，现在呢，我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大概只有早上的9点之前和晚上的8点之后。这听起来不太多，是不是？一开始这也让我有些烦躁焦虑，但是我昨晚好好规划了一下，
我现在还是感觉到比较积极的。那么昨晚呢，我就重新调整了一下我的作息。原来我睡得很晚的，经常会拖到晚上12点以后。那昨天我11点多就上床了，睡到今天早上7点半的样子。虽然中间凌晨5点多的时候有被一些声音吵醒，我不清楚是什么声音，可能是隔壁凌晨5点多在做饭，用了油烟机，然后油烟机因为共用管道或者什么传到了我的房间。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晚到这，我的睡眠还比较浅，所以容易被声音吵醒。那么这是题外话，再说回到我的作息。我有了这个新的作息后呢，我能保证自己一天睡足7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然后我就会去想，我每天最需要做的事是什么？就是这些事我不能没有它们，我必须要它们提供给我快乐的心情和满足的感觉。那这些事是什么呢？我觉得1对我来说就是运动，2就是自己做的健康的食物，3就是一些阅读或者自由思考，思考内容创作啊，中文教学的时间。那现在我要把这3件事情放到我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里。那么今天早上起床后呢，我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就在地面上铺上了瑜伽垫，也就是我现在坐着的地方，开始做清晨瑜伽。那这个瑜伽大概是20分钟左右，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但是可以让我的身体从睡着的状态中间醒过来，这样呢，我的身体就可以更好的迎接一天的开始。那在做完瑜伽之后呢，我就会准备早餐，然后可能会喝一杯咖啡。那我读过研究呢，说一般不建议在刚起床之后的第1个小时内喝咖啡，所以呢，在经过做瑜伽和吃早饭之后，差不多有1个小时，我就正好可以再喝一杯咖啡。因为今天外面是在下雨，所以我选择了做瑜伽。那我觉得之后天晴的时候，我也可能会把做瑜伽换成出去走走路或者跑跑步，让我的身体去吸收这个太阳光，这样呢也有助于我的身体醒过来。那喝完咖啡呢，如果在距离出门前还有一些时间，可能我就也可以用这些时间来读些书啊，或者思考一些问题。因为早上我觉得可能更适合脑力劳动，你的大脑会更加清醒。其实我一般都是习惯下午或者晚上做运动的，尤其是去健身房，我习惯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去，然后去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吃晚饭。那我觉得现在我可能要推迟我去健身房的时间。我也有考虑说要不要把去健身房这个活动放在早上，也许以后会试验一下，这样我做无氧运动的时间应该会更多。但不管怎样，我都有周末的2天来去健身房做一些力量训练。关于晚上怎么安排，我还没有想得特别清楚，但我觉得我应该会偶尔在下班之后去一趟超市逛一逛，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和新鲜的食物。我觉得这一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很有乐趣的，也是放松的一种方式。那晚上呢，我们是比较自由的，可能会倾向于做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动。我会尽量让自己的身体提早进入放松的模式，这样呢也能让我尽快的在11点左右入睡。那我觉得剪视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我一直都比较享受剪视频的过程，它让我感觉到很放松很开心，只是有时候比较费眼睛罢了。如果最近你们也有要调整生活作息或者时间表的计划，不知道我分享的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你们有一些启发或者帮助呢？
其实我觉得在搬家的这几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整理东西，而是整理我的心情，让我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更快的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节奏。不知道你们最近是不是在经历着同样的事情呢？你们最近有没有搬过家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我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评论，我也非常期待能向你们学习一些经验。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Take care。